還記得那條黑色的 Game Boy 通信線纜嗎？90年代的某個傍晚，它正連接着2台掌機，線的一端是個屏氣凝神的孩子，緊盯着屏幕上的像素精靈，另一端是他的夥伴，同樣滿懷期待，等待着屬於自己的那隻寶可夢。隨着確認的電子提示音響起，交易完成。原本缺失在各自遊戲中的精靈，穿過那條細細的通信線纜，交換到了彼此的世界。2個孩子相視一笑，他們交換的不僅是寶可夢，更是一份共同的青春記憶。這一幕在1996年的街頭巷尾並不罕見，口袋妖怪紅綠的玩家們為了集齊圖鑑，紛紛緊握通信線纜，結交起另一端的朋友。對於很多70、80後來說，這根短短的連接線就像一座無形的橋梁，一邊連着掌機裡的奇幻宇宙，另一邊連接着2個孩子心中共同的冒險夢想。通信線纜的一端不再是冰冷的機器信號，而是一個鮮活的夥伴，一隻獨特的寶可夢，一段交流與分享的開始。懷着這樣的情感紐帶，寶可夢系列的傳奇正式拉開序幕。從 Game Boy 時代簡陋的像素畫面，到如今 Switch 高清化的廣闊天地，這座看不見的橋梁已經延續了近30年。本期內容將用懷舊和理性的視角，帶你回顧寶可夢收集、交換、對戰機制從初代紅綠開始的演化之路，探尋這套核心玩法如何成為系列不變的 DNA， 一代代傳承至今，最終塑造出全球現象級的寶可夢文化。故事要從寶可夢之父田尻智的童年講起。小時候，他最愛在東京町田市的鄉間抓蟲子。那時郊區還沒完全城市化，田野樹林遍布。田尻智的樂趣就是捕捉和收集各種昆蟲。夥伴們常用蜂蜜誘捕甲蟲，他卻另闢蹊徑，在樹下放石頭，早晨翻開總能找到躲在下面的獨角仙。這種小小的發現讓他興奮不已。但隨着城市開發，田野縮減，昆蟲減少，他眼睜睜看着童年天堂般的鄉野漸漸消失。田尻智感慨，現代孩子很難體驗抓蟲子的快樂，於是萌生了一個念頭，能不能在電子遊戲裡重現那種收集生物的體驗。正如他後來所說，我童年做過的一切都融合進了這款遊戲，那就是寶可夢。機遇出現在1989年，任天堂推出了便携主機 Game Boy， 田尻智被這台小機器自帶的通信功能深深吸引。當時 Game Boy 的首發遊戲俄羅斯方塊，利用連接線實現對戰，方塊數據通過線纜傳輸，這在他腦中觸發了一個奇思妙想。我仿佛看到活生生的生物順着通信線纜爬來爬去。他意識到 Game Boy 的通信端口不只為了競爭比分，更可以用來交換信息。如果能讓小生物通過連線在2台掌機間移動，那将是前所未有的互動體驗。田尻智回憶，當時幾乎所有遊戲的連線都用於對抗，而他的點子則是側重於交流分享。這是一個遊戲角色在2個玩家之間一進一出的過程。帶着這個靈感，田尻智在遊戲 Flick 團隊內開始規劃通過收集怪物並進行通信交換的遊戲雛形，最初稱為卡姆塞爾怪獸。靈感來自他愛看的特攝劇奧特曼中封印怪獸的膠囊。在早期構想文檔中，開發團隊充滿幻想地寫道：要不要交換一下寶可夢？小男孩說道，隨之將通信線纜遞給了他的朋友。這個天真設想後來奇蹟般成真了，這也正是寶可夢遊戲機制的核心。1996年2月，口袋妖怪紅綠在日本問世，田尻智與遊戲弗利克用了近6年時間打磨出了這款獨特作品。初代寶可夢的機制設計獨具匠心，形成了收集、交換、对戰3位一體架構，構成了遊戲玩法的基石。遊戲中共有151種寶可夢栖息於遊戲世界中的各地，玩家扮演訓練師，用精靈球捕捉野生寶可夢，填滿圖鑑。這既具象化了田尻智童年收集昆蟲的樂趣，也借鑑了孩子們收集卡片、玩具的嗜好。當年玩家們第一次在掌機上體會到一定要全部抓住的魔力，人手一台 Game Boy， 化身寶可夢獵人，遍尋地圖每個角落，只為發現一隻新的精靈。光收集還不夠，田尻智巧妙引用雙版本策略，強化交換機制。遊戲發行紅綠2個版本，各自包含部分專屬寶可夢。玩家若想集齊所有精靈，
必須和擁有另一版本的夥伴互通有無。這一設計書中，正如遊戲程序員增田順一所言，寶可夢遊戲最核心的概念其實是交換，一切設計都是為促進玩家互相交換而存在。而宮本茂則回憶，當初游戏原打算只做一個版本，但田尻智的構想讓他萌生創意，既然抓捕和交易精靈是遊戲核心，何不推出2個版本，讓每個版本的精靈略有差異，以鼓勵玩家彼此交換，令體驗更富趣味性。在宮本茂建議下，游戏弗利克增加了版本差異策略，最初甚至設想過紅、藍、綠3版本齊發，並提出當你選擇遊戲卡帶的顏色時，遊戲才剛剛開始的口號。在最終首發時縮減為紅綠雙版本，自此雙版本互補模式成為系列的一貫傳統。寶可夢的樂趣還在於培養精靈互相對戰，每只寶可夢都有屬性、招式和成長曲線，玩家可以訓練強化自己的精靈夥伴，再通過通信線纜與朋友一較高下。田尻智並非反對競爭，他本人也非常喜歡街机遊戲的对抗刺激。寶可夢戰鬥系統承襲傳統 RPG 回合制，融入屬性相克和升級元素，讓玩家能夠體驗到策略運用的成就感。但與同時代許多強調1對1勝負的遊戲不同，寶可夢將對戰與交換有機結合，只有通過交換，才能培育出更完整的隊伍迎接挑戰。譬如有些寵物小精靈，只有在通信交換進化後才能變強。這一巧思進一步強化了玩家互動的必要性。可以說，收集、交換、對戰3個要素相輔相成，構建出寶可夢獨特的遊戲循環。發現新精靈並捕獲，與他人交換互惠，完善收藏，到培養精靈參加对戰，證明實力，再繼續探索發現更多。這套閉環讓玩家既有自我目標，又有社交需求，極大延長了遊戲壽命和樂趣。即便在提交的技術專利文件中，都特別指出，通過交換怪物能夠加深交流，培養朋友間的友誼，可見當時這一機制在設計層面的創新價值。初代寶可夢發布後，遊戲弗利克還埋下了一個社交彩蛋，編號151的幻之寶可夢夢幻。夢幻並不出現在普通遊戲流程中，當時只能通過官方活動贈送，或與獲得夢幻的玩家交換才能得到。田尻智刻意讓遊戲世界存在這樣一個看不見卻存在的神秘精靈，希望在玩家社群中引發話題。有人說，遊戲裡隱藏着第151隻神秘精靈，也許通過特殊手段或交易可以拿到。這些留言飛速傳遍校園和大街小巷，大大激發了玩家興趣，讓遊戲銷量在上市幾個月後意外翻倍。這場關於夢幻的傳說正體現出寶可夢設計中對玩家交流慾望的巧妙拿捏。某些寶可夢只有通過人與人的互動才能獲得，遊戲樂趣也因此從單機擴展到現實人際關係網中。寶可夢初代在日本遊戲史上開創了全新互動樣板，田尻智將童年收集蟲子的快樂搬進了電子熒幕，用通信線纜串起玩家之間的連接，讓原本單機 RPG 遊戲變成主動交流的社交體驗。收集滿足了玩家好奇心和收藏愛好，交換創造了社交互動，對戰提供了競爭樂趣。這3位一體的遊戲機制成為寶可夢系列的 DNA 核心，一經誕生便奠定了長盛不衰的基礎。寶可夢紅綠初上市時並非一夜爆紅，當時的 Game Boy 主機已問世7年，遊戲弗利克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遊戲上市之初，在媒體和市場上面的反應都極為平淡，但隨着寶可夢堅實的遊戲性和玩家間的口耳相傳，讓它的銷量展現出了驚人的後勁。孩子們在校園裡熱烈討論哪裡抓皮卡丘，哪裡喚醒卡比獸，每一次交流都在無形中擴大了寶可夢的影響力。當田尻智故意透露隱藏寶可夢夢幻的消息後，這股熱潮徹底被點燃。僅在日本，紅綠2版就賣出了數百萬套，讓這款即將過時的掌機煥發了第二春。寶可夢現象開始引發大眾媒體關注，報紙雜誌爭相報道孩子們交易掌機寵物，連學者都開始跨界研究這款遊戲對孩子們交流方式的影響。寶可夢一時間成為家喻戶曉的遊戲代名詞。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997年4月，寶可夢改編動畫在東京電視台開播，主角小智和搭檔皮卡丘的冒險走進千家萬戶，
動畫的成功讓寶可夢熱度呈指數級增長，同名卡牌遊戲、玩具人偶等衍生品接连推出，形成了完整的跨媒体寶可夢宇宙。寶可夢不再只是一款游戏，它已成為90年代末席捲全球的流行文化符号。1998年，寶可夢紅藍登陸北美和歐洲市场，在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中，這款遊戲魅力不減，依舊引爆熱潮。短短數月內，美國任天堂就賣出了數百萬份卡帶，無數美國孩子第一次喊出 Gotta Catch M2 的口號。校園裡的情境與日本如出一轍，課間時分，孩子們3、5成群圍在一起，用連接線纜彼此交換精靈，比拼剛抓到的寶可夢戰力。遊戲弗利克的美術負責人山森健至今還記得那個令他動容的場景。他在巴黎開往倫敦的歐洲之星列車上，親眼看到2個英國小孩隔着過道用連接線玩寶可夢，見他路過還特意抬高線纜讓他通過。這一幕使他既驚喜又自豪，原來寶可夢已經流行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了。伴隨着全球熱潮，寶可夢的遊戲模式也日趨鞏固成熟。從紅綠開始，遊戲弗利克在每一代寶可夢遊戲上都沿襲並拓展着收集、交換、對戰這個核心框架。雙版本差異化設計自初代後已成為系列不變的發行策略。從第1世代的紅綠到第2世代的金銀，再到後來的劍盾、朱紫，每一對正統續作都成雙出現，各版本都擁有獨佔寶可夢。玩家仍需通過交易完成全圖鑑。與你的朋友交換吧，這句廣告語貫穿了整個寶可夢發行史。即便現在聯網技術日新月異，寶可夢依舊堅守雙版本模式，這已內化為遊戲設計的模式本身。正如宮本茂所言，由於遊戲核心在於捕獲和交換寶可夢，推出多個版本讓朋友間彼此需要，這使整個體驗更加有趣。30年來，無論玩家何時入坑，總要面臨那個經典選擇：你選哪一個版本，我選另一個，然後我們交換彼此沒有的精靈。這種設計不僅刺激銷量，更培養了玩家間合作交流的氛圍。寶可夢傳遞的不只是競爭，更是分享。每一代都會加入全新寶可夢物種，從初代151種逐步擴張，第2世代251種，第3世代386種，到2022年的第9世代的朱紫，寶可夢總數已突破1000只。寶可夢世界不斷擴展，但收集所有寶可夢的終極目標始終未變。寶可夢世界的共同創造者增田順一將寶可夢規則比作體育運動，就像足球、籃球幾十年來核心玩法不變，只是細節規則偶有調整。寶可夢的核心樂趣還在於那套經典的收集、交換、對戰的循環，任憑寶可夢種類翻倍增長，遊戲機制卻通過精巧設計保持平衡。這背後是遊戲弗利克團隊對數值和內容的精細打磨。遊戲每出新一代，他們微調技能威力，屬性相克，新增培養要素，但確保老玩家熟悉的戰鬥交換體驗不被破壞。於是，每代玩家拿起新作，既能快速上手，又能不斷發現新的驚喜。寶可夢系列實現了推陳出新與經久不衰的奇蹟，全系列累計銷量早已突破4億套。而無論是1996年的玩家，還是2025年的新進訓練師，其實都在做着同樣的事，帶上心愛的寶可夢去冒險、去交換、去戰鬥。這種代際相傳的共同記憶，這是寶可夢成為全球現象的關鍵。寶可夢的成功在於將遊戲機制與社交心理完美融合，創造了獨特的玩家文化。90年代末的校園裡，你抓到超夢了嗎？誰能幫我通信進化鬼斯通？成為孩子們的新語言。許多內向的孩子因寶可夢找到話題，結識朋友，交換寶可夢成為一種社交儀式。初次見面的2個孩子蹲在地上連接 Game Boy 各取所需，友誼就是從這次交換開始的。寶可夢卡帶成了社交名片，玩家通過交易認識更多同道中人。這種以交換為紐帶的社交生態，在寶可夢之前的單機遊戲時代難以想象。寶可夢遊戲倡導的收藏與交換風潮，在兒童文化中引發了收集價值的新風尚。孩子們從遊戲裡學會了分享協作，為共同目標而交流。這種積極的社交意義讓寶可夢超越了一般電子遊戲，成為寓教於樂的文化現象。到了1999年前後，寶可夢在全球達到空前熱度。寶可夢熱不僅橫掃遊戲業，更滲透進日常生活。新聞曾報道，
洛杉磯的孩子們凌晨4點排隊領取限量版夢幻，紐約任天堂世界店的交換大會人山人海。還有據傳，有倫敦的學校因孩子上課偷玩寶可夢而出台掌機禁令。寶可夢成為年輕一代的共同語言，收集所有寶可夢帶來的不只是娛樂，更是成就感和社群歸屬。那些滿懷激情的少年少女或許未曾料到，他們參與的這場文化現象將持續數十年，不斷吸引新的追隨者加入。初代寶可夢奠定了3位一體遊戲機制和社交模式，在第2世代乃至整個90年代末得到全面確立和驗證。從紅綠的小範圍流行到跨越語言文化，造就全球現象，寶可夢用事實證明了其設計理念的成功。一款遊戲可以超越屏幕，連接起現實世界中的人心，而這一切的支柱正是那套扎根於玩家交流與共鳴的核心機制。模式一旦確立，寶可夢系列未來的發展無論如何變化，都始終圍繞着這條 DNA 主線延展。30年時光流轉，技術更迭，寶可夢系列見證了任天堂掌機的每一次進化，從黑白像素的 Game Boy 到彩色畫面的 GBC， 再到性能提升的 GBA， 創新雙屏的 NDS， 裸眼 3D 的 3DS， 直至如今高清化的 Switch， 硬件平台不斷跨越，圖形和網絡技術實現了巨大飛躍，但寶可夢遊戲的設計 DNA 卻始終如一，在新環境中不斷延伸，為玩家帶來既新鮮又熟悉的體驗。每當任天堂推出新主機，遊戲弗利克都會為寶可夢注入新元素，同時堅守核心機制。1999年的第2世代經營登陸 GBC， 首次引入限时时間系統，晝夜交替影響寶可夢出現種類，每周中的特定日期還能遇到特定 NPC。這一創新精準響應了玩家需求。官方在專利文件中明確寫道，引入真實時間因素是為了豐富遊戲內容，激發玩家反覆挑戰的慾望。但無論怎樣革新，經營都完美繼承了初代的核心機制。除了新增100種寶可夢以外，遊戲最大亮點是通過時空膠囊系統實現與初代紅綠的直接通信交換。這意味着玩家可以把初代培養的寶可夢帶到新作中繼續冒險，這恰恰解決了主機迭代中玩家最關心的問題：我珍藏的寶可夢會不會因為換代而失去？遊戲弗利克用行動給出了明確答案。寶可夢系列重視玩家對每一支精靈的情感投入，會盡全力讓收藏代代相傳。這一理念在後續世代中被堅決貫徹，即便2002年第3世代紅寶石、藍寶石因硬件架構不同，一度無法直接與前作聯動，團隊也很快在 GBA 平台推出初代重置的火紅葉綠，並設計 Pop Park 等機制，在後續世代作品中彌補斷層，確保老玩家的寶可夢能逐步轉移到新平台。寶可夢的交換對戰最初依靠 Game Boy 的物理連接線，玩家必須面連通信。這種親密的1對1交流為初代注入了獨特的人情味，但隨着互聯網時代來臨，遊戲也順應趨勢進行了通信方式的全面升級。2006年，第4世代鑽石珍珠在任天堂 DS 上首次引入 WiFi 聯機功能，推出了全球貿易站 GTS 的概念，玩家可以通過聯網將自己提供的寶可夢上傳至服務器，與世界各地素不相識的訓練師進行遠程交換。這一革新徹底打破了地域限制，真正實現了寶可夢全球交易。2013年，第6世代 XY 進一步豐富了聯網玩法，新增奇蹟交換功能，玩家可以將一隻寶可夢隨機交換給線上的任意陌生人。這種盲盒式交換的驚喜和未知，讓全球訓練師欲罷不能。它延續的正是寶可夢鼓勵交流的初心，哪怕語言不通，相隔萬里，兩位玩家也能因為互贈的寶可夢產生瞬間的連接。進入 Switch 時代，聯網對戰交換成為標配，劍盾中通過輸入密碼即可與世界各地玩家指定交換。新增的 YY 通信系統更方便實時尋找交換對手。曾經必須借助實體通信線纜才能實現的互動，如今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發生。寶可夢的世界已與現實緊密融合，全球範圍內每天都有成千上萬隻精靈在互聯網中穿梭，從實體連線到 WiFi， 從本地到雲端，不變的是遊戲對彼此連接的執着追求。正如森田順一強調的，寶可夢的一切設計都是為了讓人與人產生交流。對老玩家來說，最感動莫過於自己10多年前捕捉的寶可夢還能陪伴在最新作品中。
這背後是任天堂和遊戲富利克精心構建的跨平台傳輸體系。早在 DS、3DS 时代，官方就推出了寶可夢銀行雲存儲服務，讓玩家將 NDS 时代以及之後的 3DS 时代的寶可夢上傳雲端，轉移到新世代遊戲中。2019年，寶可夢系列遊戲登陸 Switch 平台，寶可夢之家這個更為宏大的計劃誕生。這個讓歷代遊戲與移動端互聯的雲服務被形容為所有寶可夢的歸宿。通過寶可夢之家，訓練師可以將冒險旅程中結識的寶可夢匯集到同一平台，實現跨遊戲的精靈收藏管理。寶可夢之家不僅兼容此前的寶可夢銀行，還支持與皮卡丘伊布、劍盾乃至手機遊戲寶可夢 Go 等遊戲的數據連接。更令人興奮的是，手機端應用讓玩家隨時隨地都能瀏覽寶可夢倉庫，直接用手機完成交換，與全球好友或陌生人進行交易。2020年，在寶可夢之家上線後，無數訓練師把珍藏多年的老夥伴轉移進來，有在 GBA 時代捕獲，經多次轉移最終來到 Switch 的裂空座，也有10幾年前活動贈送的夢幻。寶可夢之家實現了系列橫跨30年的大融合，讓每一隻寶可夢都能擁有延續生命的新舞台。正如遊戲富利克所言，現在訓練師們可以把所有寶可夢帶到一起，跨越單一遊戲平台的限制，繼續他們的遊戲冒險。這是系列設計哲學的升華，讓玩家對寶可夢的情感紐帶不因時代更替而中斷。遊戲發行模式上，寶可夢在堅持雙版本加第3版本傳統的同時，也在最新世代嘗試了 DLC 形式的擴展內容。劍盾沒有像過去那樣推出獨立的強化版實體遊戲，而是通過擴展票 DLC 分2彈加入鎧之孤島與冠之雪原新區域。這2個 DLC 帶來了全新劇情、地圖以及大量歷代寶可夢的回歸。值得注意的是，劍盾初發行時只收錄約400隻寶可夢，遠少於系列總數，為此還引發了爭議。但隨着 DLC 更新，超過200隻過去世代的寶可夢被追加進遊戲。開發公司還貼心設計了不購買 DLC 也可獲取經典寶可夢的機制，即便沒有 DLC， 玩家也可以通過與購買了 DLC 的玩家交換，或通過寶可夢之家轉入獲得這些新增精靈。這意味着官方依然鼓勵玩家間互通有無，保持交換活躍度。DLC 生態下的圖鑑擴展，本質是傳統版本策略的延伸。過去需要購買新卡帶才能解鎖的精靈，如今通過數字更新和社區交換來完成。同樣，2022年朱紫推出後，還是以 DLC 的形式擴展了靈之秘寶，新增大量既有寶可夢種類的回歸，與劍盾的做法一脈相承。可以預見，未來寶可夢系列將更靈活地利用數字發行豐富內容，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載體如何變化，交換收集的核心樂趣都會以某種方式延續。正如山森健感慨，寶可夢的可能性幾乎是無窮的，但我們做任何新嘗試都不會忘記讓玩家感受到與寶可夢並肩作戰、彼此陪伴的那種親密感。回顧寶可夢的演化歷程，一條清晰的主線貫穿始終：玩家與精靈、玩家與玩家之間的聯繫。這座看不見的橋樑雖然形式不斷發生變化，但它從未斷裂，反而隨技術進步延伸得更遠、更緊密。從 Game Boy 到 Switch，寶可夢用近30年時間證明，優秀的遊戲機制擁有跨越時代的生命力，哪怕時代背景和玩家群體已更新迭代數輪。當年讓孩子們驚喜尖叫的瞬間，通信線纜兩頭期待的身影，依然在今天無數玩家的冒險中反覆上演。寶可夢機制的 DNA 世代相傳，在新土壤裡繼續生長，為新一代玩家帶來不變的感動與快樂。在寶可夢的世界裡，收集從來就不只是填滿圖鑑的數字遊戲，而是一段段珍貴情感的記憶。從童年夏日午後捕捉獨角仙的純真時光，到數碼時代拿起精靈球收服皮卡丘的激動時刻，人類對收集和培養小生物的熱情從來就沒變過。田尻智創作寶可夢的初心，正是希望用遊戲重現自己兒時捕捉昆蟲的快樂體驗，讓城市裡的孩子也能感受到探索大自然的喜悅。可以說，寶可夢承載着他對童年記憶的追尋，更寄托着分享快樂的信念。他把那條連接自己與夥伴的通信線纜深深嵌入了遊戲基因，又把線的另一端交到每一位玩家手中。線的另一端連着誰？可能是曾經一起追逐打鬧的發小，可能是校園角落裡那個內向
卻因與你交換寶可夢而展露笑顏的同學，甚至可能是遠在地球另一端素未謀面的陌生訓練師。我們收集的不僅是虛擬的精靈，更是實實在在的友情與回憶。30年過去了，當年的孩子早已長大成人，但寶可夢系列依舊生機勃勃。在 Switch 上開啟新冒險的玩家中，既有剛接觸寶可夢的小朋友，也有帶着情懷回歸的老粉絲。讓無數老訓練師感動的是，自己童年精心培養的寶可夢，如今還能通過寶可夢之家回到身邊，陪伴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繼續冒險。那些由像素點陣構成的小精靈，記錄着玩家們的青春足跡和情感寄托。每一隻寶可夢背後都有着一個獨特的故事，也許是在最艱難的道館戰鬥中挺身而出的勇者，也許是和朋友歷經無數次交換才最終獲得的稀有精靈，又或許是意外收到的海外來客。這些點點滴滴的體驗串聯起來，構成了寶可夢文化中無可替代的共鳴記憶。寶可夢圖鑑上的每一個編號都不只是冰冷的數據，而是某個人與一段時光的溫暖連接。收集的真正意義或許從來不在完成任務時的集齊全部，而在於過程中建立的羈絆和收穫的感悟。正如田尻智所設想的那樣，通信線纜兩端玩家彼此鞠躬致意，宛如一場友好的交換儀式。通過收集與交換，玩家學會了分享，懂得了協作，更體會到了尊重與信任。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意義，正是寶可夢長盛不衰的深層原因。試想，當年那些因交換寶可夢而互相成為好友的孩子們，如今回憶起來，寶可夢給予他們的早已超越遊戲本身。那是一段關於友情和成長的珍貴經歷。從紅綠初代到現在，寶可夢的30年，既是一部遊戲機制的進化史，也是一代代玩家的集體青春。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時代如何變遷，寶可夢始終堅守着讓玩家產生情感共鳴的設計哲學。在精靈球拋出的完美弧線中，我們看到的是童真與夢想；在通信交換的激動瞬間，我們收穫的是快樂與友誼。對每一位曾沉浸於寶可夢世界的訓練師來說，圖鑑完成時的滿足感，與夥伴交換時的喜悅，初次擊敗4天王時的激動，那些點滴早已融入生命的脈絡。當我們回望這段旅程，會發現寶可夢教會我們的，或許正是如何去關心、去交流、去珍惜。懷舊不是為了停留在過去，而是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當初為何出發。寶可夢30年演化之路，映射出遊戲設計以人為本的恆久價值。那些最簡單質樸的快樂，收集、交換、戰鬥，往往最能穿越時間，經久不衰地打動人心。這也是時空像素典藏館這個頻道反覆探尋的主題。為什麼由像素構築的記憶能夠歷久彌新？答案或許就在於其中寄托着我們最真實的情感與夢想。寶可夢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告訴世界，遊戲從來不只是冰冷的代碼，更是一條連接心靈的紐帶。如果你也曾為了交換心儀的寶可夢，拿着 Game Boy 奔走於小夥伴之間，如果寶可夢的世界曾點亮過你的青春記憶，那麼請為這段屬於我們所有人的集體回憶點個讚。讓我們一同回到遊戲最初的夢境，繼續在記憶與像素交織的時空中巡遊。當熟悉的旋律再次響起，請相信我們依然會會心一笑。那座無形的橋梁從未斷開，一直聯繫着你我的童心與夢想。感謝大家的耐心觀看，我們下期再見。